根据俄罗斯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受到石油价格以及疫情的影响，在2020年，俄罗斯经济遭遇大滑坡 ，GDP 总量为1.47万亿美元，较上年下降3.1%，为11年来最大降幅。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均 GDP 为10062美元，较去年减少1449美元。而此前我们常说，俄罗斯经济相当于我国广东省，但去年广东省的 GDP 达到1.6万亿美元，已经甩开俄罗斯的经济。另外，去年我国经济增长2.3%，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增长的经济。另外，我国 GDP 总量已经超过俄罗斯10倍，人均 GDP 达到10500美元，人均首次超过俄罗斯。看到这个数据，一方面我们也对俄罗斯经济的衰落感到唏嘘，毕竟其前身是能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不过当初苏联在发展重工业的路上忽视了轻工业的影响，导致解体后经济迅速崩溃。如今的俄罗斯依靠的经济支柱变成了资源，石油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发展齐全的工业体系。如今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从去年的表现来看，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用高效的手段迅速控制住人口流动，并且很快开动工业机器，一天制造上亿口罩，也因此疫情很快控制住了。在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反弹，并且最终取得正增长，这在特殊的时间里是相当不容易的。对比完了俄罗斯，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而放眼全球，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人均 GDP 高于中国的只剩7国了，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也就是说，在全球28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8，属于中上游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领头羊。此外，去年中国 GDP 总量达到美国的77%，而此前最接近的是1995年经济巅峰时期的日本，当年 GDP 占到美国总量的71%。此外，中国经济表现的活力十足，尽管国外热炒20年的经济崩溃论，却眼见中国经济越来越好。国外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比此前的预测提前了5年。当然，即使我国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一，但别忘了，我国还有10多亿人口，人均收入依旧是重点，我国还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因此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工业文化，发展的脚步不要轻易停下来。据美媒战争地带的消息称，目前美国空军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架 F-22猛禽隐形战机的升级，作为 F-22结构维护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旨在让美军现役的 F-22全部重获新生。据了解，该项目是由航空业巨头洛克希德和波音公司在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共同完成的。这次更新包括旨在延长 F-22猛禽机队使用寿命的结构维护，以及修复每一架战机的反雷达隐身涂层。毫无疑问，对于美军来说，想让 F-22重获新生，最重要的是修复其隐形涂层，其次才是对 F-22进行现代化的一个改装，以及各种类型的维修工作。那么，随着改进项目的完成，历时14年后，最后一架 F-22也重获新生时，这种战机的实际能力与歼20相比会如何呢？分析认为，即使是 F-22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装之后，这个曾经世界最强的战机，其实也仍然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当 F-22在2005年服役于美国空军时，当时的它确实是整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战斗机，并且因为其装载的是 F119引擎与相控阵雷达，所以其现在仍然是最强大的重型空对空战斗机之一，但已经不是最强的那一个了，因为 F-22自身的飞行控制和系统设计仍是1970年代的技术产物，这严重的限制了 F-22的发展空间。在与歼20相比较后，美媒认为改进型的 F-22仍然无法达到2020年应该达到的水平，因为它既不能用于头盔瞄准具，也不能安装分布式光学孔径系统。同时，旧的信息化水平使得它在与无人驾驶飞机或 F-35协同作战时十分吃力。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 F-22与更加先进的歼20相比，在信息化程度上，比起中国的歼20 ，F-22已经过时了。如此看来的话，虽然美国的 F-22猛禽战机经过了14年的升级，并且还在多个层面上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它仍然在与中国歼20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从整体性来看，如果未来 F-22的航电还是没有改动的情况下，歼20显然要更高一筹。换而言之，
美国人还是有必要对 F-22继续进行升级与改进，特别是在电子设备上的改进，这样才能够与中国的歼20相抗衡。另外，更加令美国人难堪的是，由于训练、气候灾害等原因，本身就无法再进行生产的 F-22战机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减少。尽管美国空军声称仍有185架完好无缺的 F-22战机，但实际上美空军现在仅有123架 F-22能正常执行作战和训练任务，剩下的62架不是已封存，就是没法执行任务。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月3号，世卫组织专家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访问。在结束访问后，世卫专家圣彼得堡流行病学和微生物研究所副主任德科夫称赞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设施与制度，并且表示极难想象这里能发生泄漏。据报道，此次武汉之行后，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武汉海鲜市场尽管是最早传播的地方，但这不能佐证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而经过对西方口中病毒泄露源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际考察后，也否认了武汉研究所泄露病毒。不过，即使如此，西方国家依旧想把病毒起源的锅甩给中国。在世卫专家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虽然中国邀请了世卫专家来华调查，但依旧不够透明。至于怎么个不透明，布林肯也只是强调中国很多信息未公开，具体是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从这态度来看，也就是知道，不管世卫组织得出什么结论，西方国家的结果已定。我说病毒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就一定是从中国传出去的，不是也得是。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也在中外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希望美方也像中方一样去美国开展溯源研究。在不久前，我国官方直指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表示那里有着重大嫌疑。从2019年武汉军运会到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在新冠病毒爆发前夕突然关闭，种种迹象表明，即使现在不能100%确定病毒是从德特里克堡泄露出去的，但嫌疑重大，至少有必要去调查一下。既然现在世卫组织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嫌疑给排除了，那么剩下该被调查的不就是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了吗？提到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即使是美国本土人都对其感到担忧。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成立于1942年，成立之初便进行着细菌战的研究，还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有联系。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好几次美国本土爆发生物病症，都被怀疑是该实验室进行生物实验室不慎泄露了病毒。在美国，关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美国唯一的P4实验室，美国对此也是实行戒严，不允许不相关的人进入该地区，与中国欢迎世卫组织前来调查的态度不同。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 BBC， 美国坚决不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如果美国人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为何不自证一下清白呢？